这10年的生活费花完了，结果利用了5律银元，你看能不能顶个2-3万块钱？大爷，我没听错吧？你这5、6军银元可是100多块了，这张口只卖2-3万，这难免也太不值钱了。我看你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真假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嗯，上次卖银元，2014年。哦，4年了。你就说能给我多少钱嘛？反正家里都剩那些东西了。那你要10年前100块银元只卖2-3万，也太不正常了。10年前那时候袁大头好像6、700一块吧。家里边如果都剩那么多的话，那之前应该是被别人挑过了。我看你这100多块，这都是清一色的袁大头。10年的生活费才这么多，那你够节省了呀？有啥节省不节省啊？我一个人吃饭全家不饿。哦，我今年都60多了，因为咱没结过婚。我的吃饭天天是3个馒头都搞定了，其他都不需要。一天才吃仨馒头，那你确实够节省。我看你这瘦了也都是皮包骨头了。一天3个馒头的话，生活费2块钱呗，1年也不到1000块钱。那你是长时间这样吃的话，身体肯定缺营养。况且你这么多银元，完全没必要这么省啊。这你就不懂了啊！我那么大年龄了，没有其他爱好。自从有了电脑以后啊，我就喜欢打游戏。哦，玩游戏，我听过年轻人玩游戏上瘾的，没见过你这么大年纪了，这还玩游戏。年纪大了，你不比年轻人身体啊，整天往那一坐，时间长了，身体肯定吃不消。再说你这年纪，看电脑看的这个也眼花缭乱啊。所以说我在车上根本一点讲究都没有。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装备上了。哦，人这一辈子有几个爱好？为了点爱好花点钱，无所谓。那你能这样想，你是一个看得开的人，就是你的聪明劲儿用错了地方。你想想，你为了玩游戏，一下子玩了10-20年，这期间你肯定也没时间去工作。那即使再厚的家底儿，也得有花完了一天。这点儿你不用替我担心啊！我这一批银元卖了，够我花11-20年。哦。我现在1个月还管领取100-200补助。哦，那100-200的补助，那是恁老年人零花钱，应该够你每天吃几个馒头了。如果你是孤家寡人的话，那这100多袁大头啊，也够你花上几年了。毕竟吃饭也花不了几个钱，买装备会消耗的钱多。接着刚才说你这些银元啊，应该是被别人挑过了，这个里边啊连一块龙样或者是一块值钱的8年都没有，这都是清一色的常见年份。你像我们个人家里边传下来的银元啊，几百块里边找出来一些龙样和一些稀少年份，那都属于正常，甚至有一些带版的，但是被别人挑过之后啊，这剩下来这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但是你这100块银元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大部分这都是通货状态。其他多余的废话也不多说了，一块给你按1000，有多少算多少，直接数数就行了。你这价格给的可以，比我10年前卖的价格还高嘞。还真没想到，到比以前还能管多卖钱嘞！你看看，主要是你以前不太懂，大部分银元啊都被别人挑过了。10年前价格确实便宜，你如果说10年前没被别人挑的话，这里边肯定啊能多卖好多钱。只是这个价格你觉得满意就行了。就是玩游戏，我建议你啊，尽量以后别玩了。玩游戏我干啥去？我这么大年龄了，不可能出去上班吧？以后卖了银元，家里也没有了。那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去挣钱了，因为你年龄又恁大了，这个天天往那一坐玩游戏啊，对身体，不好，尤其是你吃了也有问题。一天3个馒头，你长此以往，身体肯定缺这缺那。这些银元啊，这个变现之后，我建议你啊，你好好的补身体，以身体健康为主。玩游戏那都是闲了没事玩的，谢谢你，你也别管那么多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行不行？那行，那我给你简单的看看数啊。好，中。我怀疑我这块银元是假的人家的越黄越白我的越黄越黑。大爷，你这个银元这个黑色啊，是它外边的包浆，银元时间长了都是这样的。你这个状态还挺不错，你看还是一块北洋短尾。我知道是一块龙洋人家的越白又亮，我的你看越看越不对劲。你可能对银元不懂，有些银元啊，它背面发白发亮，那是别人保存的比较好，而你这个应该是和啥东西接触了，背面你包括它这边齿，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品相还是超级好，尤其是它这个龙鳞，你看摸上去这有点割手的感觉。是不是2年前我蚊虫叮喷出来就喷的来，换柜子的时候怕虫咬烂了？怪不得这背面会发黑，原来你上面喷除草剂了。哎呀，除草剂它是酸性，
银元遇到除潮剂发黑很正常，放心吧，大爷，这个并没啥影响。说实话，这银元这么硬，再说这小虫他们也啃不动啊，你这是多此一举啊。我这可不是多此一举，我有一块银元，放了时间长都放烂了。放烂了，并不是被虫咬了，因为这个银元啊是9银1铜，铜受潮了，它会生铝锈，铝锈会腐蚀，所以银元你放在潮湿的环境下，它时间长了确实会腐蚀，并不是说你打了除潮剂，对吧？它就有用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打了，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这是3年前俺邻居的，他是叫我给他加工手镯的，我给他掏200块钱买个手镯，银元我留下了。原来这个银元是这样来的。说实话，大爷，你这次赚大了。以前啊，像你们这么大年纪了，戴的这个银首饰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银元加工的。而现在这个银元啊，都水涨船高了，反而是银手镯之类的也不贵。你这200块钱换过来，你赚大便宜了。你可别安慰我了，我这几天几夜都没睡着觉了。说实话，我越看像假的。我没给你开任何玩笑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吧，大爷。你像我们常见的那个冤大头啊，那一块现在都上千块钱了，而你这个是北洋龙，而且还不是常见的北洋龙，基本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北洋都是长尾，而你这个是短尾龙，因为短尾龙存世量比较少，然后比长尾啊整体发现量少，意思啊就是贵一些。只要不是假的都行。我这花200块钱买的，我亏了这咋办？我这挣钱难的不得了。放心吧，我知道你们老年人挣钱都不容易，你这不但不赔钱，反而能挣钱，因为你这个北洋龙状态啊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啊这个带点黑色的包浆，但是整体壁面还是比较干净的，尤其是龙鳞这一面，你看了还是比较清楚的。它这个品相就相当于是未流通的品相，你看它这个额头，它就像一块小馒头一样，典型的高额头，这种品相堪称比较完美吧。我给你简单的估个价哈，大爷，像你这种状态，现在能卖个几千块钱，完全没啥问题。小伙子，你千万可别跟我开玩笑啊！没开玩笑。要不这一点能管卖几千块钱吗？我岂不是这3年，能管赚了十几对的银镯吗？对，你这形容词用的很对。你这个银元如果变现的话啊，你去买银手镯，还真能买个10来对的银手镯了。说实话，大爷，这并不是说你这3年赚了10来对的银手镯，像你这种北洋短尾啊，这几年一直都很值钱只不过是你们不懂罢了。我确实是不知道。最后请你再帮个忙，你看咋能给我洗白一点，好看点？哎呀，大爷，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这无论是啥样的银元，最忌讳的就是清洗。你这个银元，肯定可以给你洗白，但是洗白啊，它就折价了，本来能卖5000了，现在就变成4000了。你说现在还能洗白吗？那不洗了。赔钱谁还会去洗？只要不是假的就行了。我得了都很开心了。没事，大爷，给你还拿回去放好多了。我都不信这个银元宝能值几千块钱。这么小一点儿，如果能卖几千块钱的话，那不是比黄金还贵的吗？我看你这个个头啊并不大，应该是1两了。它即使品相再好，它也没黄金贵。来，我看看啥？1两也没有，应该属于次品。1两是属于50克。我看上面写的只有31克，拿这个次品糊弄我妈。你这个是属于1两的鲫鱼银锭，看上面写的是一个寿字，在盒子里你看着显小啊，其实拿出来它比一块冤大头还重。老板，你别打岔。1两明明就50克，它这只有30来克，这不是算是次品吗？确实不是次品。过去像这种鲫鱼锭呢比较少见，重量过去1两还真不是50克，过去1斤16两，挂着30克就算是1两了。你这个锭子贵啊，就贵在这个寿字上，买的话恐怕是不便宜。他说6000块钱买的，这不是耍我的吗？就这一点银子，咋可能值6000？银子啊，才几块钱1颗。你还真别说，这种鲫鱼锭子啊，还真不是按这个银价来算的，因为这种鲫鱼银锭啊，就相当于是现代人过寿，他收到了贺礼，一般啊他都不会花出去，大多数都当个礼品放进来了。而过去1两银子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算是大钱了，能完整无损的保存下来，已经很了不得了。你看看我另外这4个，比他的银锭漂亮多了。我送给我婆婆当寿礼，她竟然说看不上。你这几个是属于银毫啊，其中这个大个的是属于半圆卢比，恁婆婆看不上应该是有原因的，可能是恁婆婆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了，这些又小又不好保存，对吧？应该是这方面的原因。
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今天必须得跟他一决高下。好歹我这是4个，从数量上也比他的小元宝贵。其实孝敬父母啊，都是出于一片好心，谁买的东西贵，谁买的东西便宜都无所谓。既然婆婆过寿，只要让她老人家开心不就行了吗？他开心了，我却开心不起来啊！这4个银元，好歹也是我娘家人给的陪嫁，不可能比他的元宝便宜。那你这个非得比个高低的话，那我就给你简单的来讲一讲。先说这些小银行啊，1角2角这品相还都不错。1角里边啊，其实当属5年类最贵，因为5年这个1角啊，它发行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平时也很难遇到。你像这3年量一抓一大把，所以一个也就几百上千不等吧。再说你这2角，这个2角啊，它必须得有板才行，最贵的当属恶造。加字了，也就是在原像这两边有2个恶造2个字，你这个品相整体还不错，美版也就是上千块钱的样子。另外一个大一号的，这个是四川鲁币，四川鲁币啊，主要是看几期的，你这个4大号的很明显是3期4期鲁币，品相也就是1000多的样子，4个加起来也就4000块钱左右吧。你这股利这么低，我看电视上人家动不动都几百万，难道我这里面就没有贵的吗？咱们普通人家的银元啊，大多数都是普通常见的，而你另外这个钉子它都不一样了。你平时如果说不带鲫鱼的钉子啊，也就是700-800的样子，但是这种鲫鱼钢印一打，它就立马摇身一变，6000朝上的东西。6000，对，就这一点点银子，它咋可能那么值钱？简直是不可思议！你估的价钱靠谱吗？哎呀，靠谱不靠谱，也就是大概一估，你就是简单的做个参考吧。因为我们做子女的呀，孝敬父母，其实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并不是说谁送的东西贵，谁就孝顺，方方面面只要为父母考虑到就行了。最重要的就是别惹父母生气，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还给恁婆婆拿回去，你也别太纠结了，你估的也不一定准，我得再找别人看看，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那好吧，那好吧。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我这有40个熊猫金币，你帮我看看能卖多少钱？确实都是熊猫金币，我这拖着你重量恁轻一般像这么大个的重量都是1盎司的呀，加上盒子，我感觉也都10几克。东西绝对没问题，这总共是40个。毛重是1斤6两。你确定要了，我把这盒子都去掉，再按斤来称。先不说它们的重量啊，就光看你这个图案和我们常见的熊猫金币啊也有出入。一般正面印的都是克重或者面值，你看你这是年份，背面的话也没有字体。这些熊猫金币可能有问题，这哪来的呀？来历绝对合法。我一个朋友欠我10万块钱，借几年了一直不还，我二话不说，直接拿他那么多的熊猫金币，直接来抵账。我听说过用银元抵账的，第一次听说用黄金来抵账的。按理说10万块钱也不多，拿过来的这些熊猫金币啊，这如果是真的话，用5-6个卖了，他都够还账来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太气人了。他属于有钱不还。你都不还给我那种人，知道吧？咱俩沟通半天了，说话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朋友是个啥人不要紧，关键是他的这些熊猫金币有问题。黄金啊，其实它就相当于是钱它既然有这么多黄金，欠你那少的钱，它为啥又让你把这些金币拿走了？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我考虑那些东西干嘛？他只要不还我钱，这些金币啊，我肯定不给他。关键是你这些东西没用啊！我随便拿一个给你称一下重量。你看一下这个电子秤，精确的0.01，一个才12点多，2个你看一下，才1个多。有多重咱能按算多重，对不对？黄金在秤上称啊，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况且啊，这都是成套的，你转手啊就能卖个好价钱。我发现咱俩确实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跟你说他们的重量，你给我成套了。我知道熊猫金币一个卖不过1套，可你这个熊猫金币啊，关键它就不是黄金，再是成套也没有一丁点用啊。我就知道你该这样说了，幸好我早有准备啊！我给你看看专家出具的证明。你刚才就应该把这个证书拿出来了，你费了我说半天口舌。你看见证书上写的很清楚，表层贵金属，表面含金，大概意思就是外边这一层啊，
它这个黄金是镀金，里边并不是黄金，很有可能是铜。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你这些全是银子的，那10几克的重量，说实话，这些卖个几千块钱也没啥问题。你这些镀金啊，它都是艺术品，分文不值。哎，怪不得我刚才去几家店，人家都要么不收，要么给我指到你店里来，说什么成套的金币啊，价值高。他们是给你留面子，没有当众戳穿你这是假的，怕你丢人。你想想，如果这些熊猫金币是真的啊，回收黄金1颗挣你5块10块，这好歹1000多颗了，左手到右手上万块的利润，开门做生意，你说谁会和钱过不去嘞？哎，可是外边还有一个漂亮的盒子，上次我给你弄丢了。这外边少一个大件儿，我要还给他，恐怕他不认识。你这考虑的太多了，这些熊猫金币啊，它本身就不是真的，你这一大堆说不定也都几百块钱买回来了。你别说一个盒子，你说一个盒子能值多少钱？弄丢都弄丢，大不了再给他买个新的，反正他欠你10万块钱了，让他随便扣呗。万一他说我跳板了咋办嘞？是不是？这事说不清楚啊。哎呀，哪有这么多万一？给你先装进来吧。这东西啊，只要不是你狸猫逼他换太子了，说实话，拿着东西尽管去找他，二话不说，只管要钱，他自然会明白是咋回事。那中，谢谢你，老板。没事，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说实话也卖不上钱。你这10万块钱要过来，对不对？比要这些东西强太多了。东西我也找不着。哎，老板，你赶紧帮我看看，我这25块银元咋洗才能洗干净一些？因为明天准备给孩子结婚用了。我看你这25块老银元都是老五彩包浆啊，这洗了太可惜了。来，我看都是啥的。哎，洗了一点都不可惜啊！我这不洗干净啊，俺女朋友不愿意。我这等着给俺女朋友下彩礼用了。这种老五彩下彩礼不丢人啊！你洗干净的话，不只是可惜啊，洗鼻水一夜之间也泡不掉包浆，咋干到明天都用不了。哎，你不知道，俺女朋友啊，她有洁癖，她最不喜欢银元上面带包浆的。她说这都是银子吸的毒。银子吸毒还真不至于，银元放的时间长了，它外边有包浆太正常了。这种老五彩啊，并非是吸毒，有些这个包浆你看确实是厚了一点，但是味道足啊。再说这种老五彩很难形成，不知道放多少年才出这点包浆了，你洗了的话，明天还来不及用啊。能不能用洁者灵？我听别人说那玩意儿去污特别快。大不了我去超市买那种最贵的回来用。洁者灵比较毒，强酸性的东西，这个贵啊，便宜啊，用来洗银元太扯了。你要说几块钱一个的铜板，你买个1瓶回来，往里边兑点水，那瞬间往里头一晃，带铝锈的铜板都能洗干净，不伤啥大脾气。你这状态弄好了银元，用洁者灵立马就腐蚀地板，银元说实话回来就不像样子了。所以说我来找你啊，兑水的时候，你比例兑好一点，这个轻重缓急嘛，你比较有经验。哎呀，洗币的话我还真是没啥经验，你要是找我估个价，鉴定个真假还行。我的意见啊，最好不要动这上面的包浆，这种原汁原味的状态是最好的，一眼开门的状态，大家看着也比较放心。我感觉啊，你还是白洗了。哎，我其实一点经验都没有，我都让俺朋友去买洁者灵了。你可以拿这些银元当实验品。试试吧，洗坏了不让你赔。那你洗币的话，我还真帮你试不了。给那女朋友下礼是个好事，你不能一味的去讨好那老丈人，对吧？去损坏银元，万一洗过之后再被他们当成假的话，那可就麻烦了。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依我看啊，洗过和不洗过，这中间能有多大差距呢？那差价大了去了。银元洗不好，它就洗废了，就是壁面有腐蚀。现在都几百块钱一个吧。几百？对，确实便宜。我这都是奶奶传下来的啊，正儿八经的。过去100多年的东西啊。对，这种老五彩银元看着就放心。首先，它这种包浆很难形成，必须得放在干燥的环境下才能形成的。你现实中比较难于吧，因为我们个人家里边都是乱放，有的大部分都是生铝锈了。你这种老五彩太少了，虽说这个没板，也没8年，但是五彩啊。确实是能加很多分。再说句不好听的，你去打个皮盒，就你这给分，这都是2000朝上的币。2000？对，几百？这中间能差那么大的价钱吗？对呀，这不都是同样的一块银元吗？对呀，这叫同币不同价，因为你这些银元都不带板，能值多少钱啊？完全就看它的状态。同样一块银元，你洗和不洗价格有区别，包浆区别也是很大的，所以啊，我不建议你去洗。
那洗了确实挺亏的。关键是我老丈人洗完白逼，这可咋弄啊？洗又来不及了。其实这也非常好办，你完全可以直接变现。现在像那种白逼大头啊，到处都是。你别看同样是大头，你这里外一颠倒啊，说不定还从中间啊能省不少钱来。这样就避开了那老丈人的洁癖，又皆大欢喜，一举两得。那你说的对，我赶紧给俺朋友打电话，让他别买什么接待令了，还是省钱为主吧。对，本来这个下彩礼，你看就不少花钱了，对吧？本来结婚也是一个热闹事儿，你这弄不好了，对吧？别以为你自己啥都不懂，最后再稀罕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你再弄个里外不是人，那都完蛋了。对，你说的对，你真是谢谢你啊！没事，没事。这一次我不发展都不行了这俺爸竟然放了一块通知10年的银锭你给我看看值不值200万吧？你这张口都要200万，这7位数的价钱要了挺猛啊！确实是通知10年续付了银锭，这字口我咋看着那不舒服啊？这有啥不舒服的？我都上网查过了通知年的银锭很少，所以价格不便宜你查询的是对的。通知本身在位时间就短，你看你这个落款特别工整，典型的3排官定。说实话，这字口太少见了，而且你这定面你看都有包浆了，它这个蜂窝细看的话，你看这还有很多留印，就唯一就是你这个边上你看磕碰严重。那是我故意用钳子夹来，我就是很好奇这究竟是不是银子结果还挺软。软倒是挺软的，因为像这种银锭它用的都是雪花银，过去的雪花银含银量都在99%以上，你看它这个边儿又不是太厚，你用钳子夹的话100%可以夹变形。不过你这幸亏钉子不牢，不然你这真是吃大亏了。那吃啥大亏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我这划上了，你咋说了如果不划上了能多卖100万哎呀，多卖钱是真的，但是不至于说能卖上百万，因为你这个钉子是10两的，他又不是说是50两的官定，50两的官定，50两的带圆光的江汉官，他也不是说一块能错上百万的差价吧？你这动不动就上百万的差价，这价钱确实挺吓人这有啥可吓人的我个人说出来可能没有说服力但是人家有经验老专家绝不会忽悠我的我就猜你这报价是网上专家给你估出来的，网上专家给你之所以估高价，完全他是有套路的。如果说他这连上面的电脑题他都看不出来的话，你想想他给你估200万，这完全是为了收取你的鉴定费鉴定费也就800块钱，说实话我还能受得起毕竟现在算是掏钱买个放心那你这掏钱买放心也不是这种买法，如果银锭是真的你大可以直接变现换钱，而不是去掏钱买一个数字。像你这种3排官定平时确实少见，尤其是同治年间的更少。但是你这个钉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字口不对。别人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了就是他的字口。10两银锭能有这清晰的太少了，不只是3排官定，官定本身就贵，加上这字口，你本身值3万了，你卖个70-80来万都没商量。可是你这电脑题都上来了，你这不是露馅掉底了吗？露啥馅掉啥底你不要无中生有没有，人家专家都没有挑剔，你这挑的是啥我这不是挑剔，因为他这个字口是代表区分新老的关键。你看你这包浆它都有一定的年头了，这说明这个钉子在恁手里边一放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细看它这蜂窝吧，说实话这我看着是有点不自然，而且你这蜂窝你看有很多这种留印线，这种状态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我整体看并不老，所以我个人看你现在卖的话也就是一个银价。银价啥意思反正就是10两的东西你就说直接能给多少钱吧10两的钉子也就300多颗呗。你像现在的银子大盘价6块多一颗吧，大概也就2000多块钱的样子吧，你再加上做旧的工艺费3000块钱一大管。你这账算的是不行4两明明都是1斤你给我说300多颗这不是搞笑了吗那10两那你现在算它确实是1斤，但是在清朝那时候1斤是16两，1两也就37.3克。你大多数10两的钉子都是330到400克的样子，我这也是大概粗略的给你核算一下，你也不必太当真算了吧
哎，我看你懂的也不多啊，这200万的银锭，你都给我报几千块钱，哎，我还是不找你了，气死我了。没事，你再另请考虑。我已经3天3夜没睡好觉了。咋了？俺媳妇儿这家这银元有可能是假的，你看都生铝锈了。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有时候生的铝锈太正常不过了。来，我看看都是啥来。我朋友是物理老师他看了说这银子只会氧化，生铝锈的绝对是铜板我听了很伤心。你这些带铝锈的银元啊，只是占其中一小部分。我想给你吃个定心丸，这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是一眼看门的东西。你可别忽悠我！我在网上买了一些去酸性的东西，去锈的买了一大堆还准备挨个给他们全部洗澡。你可拉倒吧！你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最好赶紧给人家退了。你看你这些银元，它状态不一样，这种带铝锈的是属于罐装，由于这个受潮引起的；个别带浆彩的，这是在干燥环境下形成的；有一些传世状态的，这些都是经常把玩形成的。100块这状态，这不挺好了吗？哎，好啥呀？脏的看上去实在是太脏了。我这个人有洁癖，就喜欢那种白白净净的，最起码看着像真银子。哎，我给你再说一遍啊，你这些本身就不假，像这种老银元啊，保持原汁原味的才是最好的。你可千万不要像点子去搞什么清洗银元啊，百害无一利。就拿这种带包浆的来说，不见得你就能一次性把它们清洗干净。这有些锈啊，它都已经入骨了。和银元啊已经形成一体了，你即使把外边的这些包浆清洗掉，它的这个底部也会留一道道这个腐蚀的印子。另外就是银元带包浆比那些不带包浆的强很多，即使你洗的白白净净，遇到那些不懂行的，他也看不懂真假，倒还不如啊留一些这一眼开门的包浆。还有就是你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在有操作不当的情况下划伤磕碰着银元了，那就相当于折价了，得不偿失。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我这个朋友说，银元只有洗白了之后，好像才能卖个好价钱。哎，你不能光听别人说，你这些银元啊，你看大部分这都是属于通货状态。通货状态其实就是过去在市面上流通过的，笔面你看或多或少的，它都有这个流通痕迹。你即使再清晰，他们无非也就是一个通货的价格了。而你的朋友说的那些啊，越稀越值钱的银元，其实和你这些啊差别很大。就拿袁大头为例啊，首先笔面必须得是带原光的，只有那种笔面带原光，笔面才有一层薄薄的那种锈，薄薄的包浆。因为包浆越薄，它越容易清洗。最好是那种无伤无戳的，再带点斑，MS 级别的，那价格才能会更高啊。那按你的意思，这银元完全没必要洗了？对，没必要洗。那你说一块值不值800？因为俺朋友想从里边挑走几块。朋友之间800给他也无所谓，能给你开到800的啊。注意说明啊，他对这些银元啊，他都懂，自然他也能认识这个真假。如果他连真假都看不懂的话，你别说你给他800，你就给他500，他都嫌贵。你这些袁大头我简单的看了看，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年份，很少有那种带斑的无伤无戳的，这个通货市场价也就1000左右。你只要不一下子给他全部对吧，给你买走，说明啊他就是自己留着玩。自己玩的话，按你说的话，有点少给他是吧？对。他一下子给我买走是什么意思呢？一下子给你买走，只能说明他是做生意了，因为你这100块数量很多了，一块戳200，100块他就戳2万块钱了。朋友之间对吧？他既然说出来了，你也不能驳他的面子，对不对？你说的很对。刚才你说的带斑是什么意思？他挑的话，他这里边需要注意什么呢？带斑就是他这个发行存世量比普通的少。现在这个银元分版分的比较细致，带斑的价格比普通的要高出很多。我看你啊，完全是一个银元小白，好像啥都不懂。等会儿啊，我给你挨个的细致的过一遍，发现带斑了，我一个一个的给你挑出来。太好了，我这个小白不懂问题太多了，幸亏有你帮忙，不然就真是闹笑话。闹啥笑话？不懂就问，不懂就学，一学啥都懂了。我给你挑挑，好吧？好，懂，谢谢你。没事。叔叔，我这里有一块铁疙瘩放在我书包里好长时间了。你帮忙看看值不值50？小朋友，这可不是什么铁疙瘩，这看大小的话像一个窝窝头，而且上面写的还有字“晋天盛”，典型的10两山西银锭。
你这一会儿是窝窝头，一会儿是山西银锭，这到底是什么？肯定是银锭啊！你看它的形状大小像极了窝窝头，而且底部还有蜂窝。这包浆状态，这都是一眼开门的。整个锭子我看无可挑剔，尤其是它这个字口，特别清晰。你这张口只要50块钱，这东西不是你的吧？这东西还真不是我的。我们学校的书包都一模一样，也不知道上一次是谁把这个装在我书包里了。那你这么说的话就好办了。现在你们大人啊都有班级老师的群，是谁丢的，你群里面喊一嗓子就知道了，也不至于说你今天拿出来想卖掉啊。那你这一次可误会我了，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就是看这个东西值不值50。原来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只要是你不想据为己有就行。我再次给你确认一下哈，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铁疙瘩，是正儿八经过去清代的10两银锭，价值得好多个50块钱才能买得到。你这赶紧拿回去，让父母给你联系人。你先别着急嘛，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为什么我在家里用吸铁石吸不住它？小朋友，这是银子，这可不是铁，你用吸铁石肯定吸不起来啊。吸铁石它只能吸铁，你像不锈钢啊、铝啊，通通吸不住，也包括这个银子也吸不住。不仅吸不住，就像你拿来的这个银锭，这个品相这么好，你也不能给人家摔了，摔了它就折价了。我肯定不摔啊，这好好的东西摔了可咋弄？你还没回答我这个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呢？行吧，我看你这人品挺好的，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个银锭哈。看器型大小，这是10两的商锭，锭面打的有银炉的商号晋天盛。这个晋啊就是指山西，过去山西商贾众多，10两的银锭的购买力呢就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块钱的购买力。一般带这种商号的大多数是清朝那时候的锭子，距今已经有100多年了。你细看它这个锭面都有传世包浆了。其实这个银锭啊和这个银元是一样的，包浆能给这个锭子加分。因为我们常见的这个锭子啊穿锭比较多，又加上你这个字口保护的这么清晰，所以这个价格啊不会便宜了。细看你这个锭子，你看它的蜂窝还是挺不错的，比较自然，大概价值的话1.23万的样子。那你这样算的话，这银子1克就能划好几十了。现实中银子哪有那么贵啊？现实中银子6块多1克，确实卖不到几十块钱1克。但是像有些银锭啊，它可不单单是银子这么简单。你像过去的10两银锭，总共发行了就那么多，加上过去毁坏的，尤其是像这种打着晋天盛钢印的，你现在全国范围内还真不好找。所以啊，就贵在一个稀少程度上了。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物以稀为贵，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像钓鱼，愿者上钩吧，1万多我才不买它嘞。你说的确实是实话，你不懂的人来说啊，这个别说1万多了，你就是给他要1000，他也嫌贵。因为像你们这么大年龄啊，说实话，你要它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对于懂行的人来说，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了。那好吧，既然银锭那么贵，我还是回去找失主吧。对。然后，你这个拿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它摔了，好吧？谢谢叔叔啊，没事。我这个银元银锭啊，即使它值1000万，你今天也必须得把它锯开。我们的兄弟俩必须得断亲。好好的银元银锭啊，从中间锯开就不值钱了。兄弟俩为了这么俩小玩意儿断亲，真是不知道。来，我看都是啥的。我一锯啊，主要是俺家里啊没有带劲的家伙，怕锯开之后啊再卖不上价钱了。你这个是10两的官锭，一块3年的冤大头，这没锯开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这锯开之后100%巨亏啊。亏也亏不了多少吧，反正银子也不值什么钱。我们兄弟俩没法分，谁都想要这个大个的。那要大个的肯定贵啊，关键是你这俩一旦解开啊，就变成废银子了。因为收藏它讲究一个完整性，就好比你这个银元26.8克的银子，没解开能卖个1000多块钱，解开相当于一个人分13.4克的银子。再说银子它也不纯，你说能值多少钱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一个1000嘛，解开之后那就是一个人500。他总比谁都没有强。那你卖500是不可能的，银子现在是6块钱1克，13.4克的银子，银元的含银量89%，你可以算一下。
13.4只能卖70多块钱，那你还不如那俩直接卖了钱，哎，直接分，好歹一个人能分500块钱啊。那你这样说的话，那确实不如直接分钱。对，这一年的含银量也太低了。对，银元的含银量都是9银一铜，因为它里边加了一层铜，哎，就是增加它的硬度，省了银元在流动的过程中磨损。所以单纯卖银子的话，肯定是不值钱的。倒是你这个银锭啊，它含银量能达到99%以上。那你的意思，这个银元宝可以锯开？那锯开就锯开吧。我们银元卖了分钱，大个的锯开。你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啊？你把便宜的这个银元，对吧，卖了分钱，把大个的银锭锯开，你图的啥嘞？因为含银量高一些、低一些，你卖银子还错不了几毛钱啊。关键是俺兄弟俩谁都不想放弃这个大个的。我觉得也只能平分，这样谁都没有意见。其实大小都无所谓，只要能进行平均分配，结果都是最好的。你这个银锭是10两的，过去1两是37.3克，10两也就300多克的银子。虽说含银量高，都是主银，一个人分200克银子，它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呗。但是你不卖它就是一个好锭子啊。好锭子又能怎么着呢？关键是它能值多少钱？我先听听不锯开的价钱。那你不锯开，肯定要比卖银子强多了。你这个银锭啊，其实它和这个银元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品相。你这个字口比较清晰，唯一一看就是这锭面太白了。太白是因为我洗了啊，你洗了肯定是没有原味的好，洗了实在是太可惜。好在影响不是太大。你这个锭子是官锭，官锭上面写的是太谷县，一般商锭打的都是银龙的名字，官锭要比商锭贵，字口还算清晰吧。看看一下它这蜂窝还行，唯一没中补助就是洗过了，品相搁这放着了，大概价值也就1万多块钱吧。1万多，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肯定不能把它锯开了。对。你说谁和钱都过不去了？那是的，你说的很对。你这一旦锯开，立马就损失一大半。本身像你们俩，对吧，都想要大来，都有私心，这锯开也不是最好的方法，直接变相你们俩分钱，这是最好的办法。那我回去我都给他3000块钱，这俩东西我全要了，到时候看他咋说。你给3000，说实话太少了，兄弟俩分家讲个公平公正，你最好恁俩一起去变现，卖了平分。你给他3000，万一他不愿意了，他再给你3000，他要东西，你会不会愿意啊？我肯定不愿意啊！万一俺兄弟不懂愿意了呢，对不对？到时候我回来再卖给你。你回来也不用找我了。说实话，你这连亲兄弟都忽悠了人，我也不做你的生意，给你拿着。你不做，我还不卖给你嘞。那好吧，那好吧。